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带大家过情关。后宫这个名利场为什么会内卷得如此厉害？面对名利、欲望和权力，大多数人都很容易迷失和沉沦，尤其是身处后宫的嫔妃们的生存，还牵扯家族的盛衰和门楣的尊卑等因素，导致生存模式更加严峻，很容易导致上进心和功利心失衡，就导致入局太深，看不清眼前的局势，意识不到万丈深渊，和康庄大道之间只有一步之遥。曹琴墨和安令荣都是入局太深之人，从这个维度来看，他俩很像。咱们今天就以曹琴墨为例，探究一下曹琴墨究竟是如何入局太深的。曹琴墨入局太深，导致进入自戕绝境的有两个代表性事件。第一个事件是华妃利用曹琴墨的女儿争宠。曹琴墨作为母亲，自然不能忍受华妃利用她女儿去争宠，她抱怨，我一直对她言听计从，为她出谋划策，她却连孩子都不留给我，这种寄人篱下、身不由己的日子，什么时候才能到头啊？华妃是狠心，但是曹琴墨走到这种寄人篱下、没有自我空间的状态，完全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们先来复盘一下曹琴墨是如何从华妃团队的3号人物晋升为2号人物的。甄嬛得宠后，剧情交代得很明显，华妃对丽嫔的培养和重用更多，但是丽嫔和华妃一样，属于能咋呼，脑子却不太好用的类型。但是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因为性格的相似性，华妃对丽嫔更看重，投喂给她的资源和机会就相对更多。而曹琴墨因为只是个贵人，位分低，且领导和同事又都是脑子不太灵光的，他这种工于心计的人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，他在华妃团队能分到的利益和资源自然就少。曹琴墨为了解决这个职场生存困境，便趁华妃和丽嫔设计陷害甄嬛的时候将计就计，也顺势解决了丽嫔。这一点剧情交代得非常刻意。甄嬛3姐妹团准备拿于氏的死装神弄鬼的那晚，有个细节出现了2次。第一次，从皇后宫中请安出来，华妃问丽嫔，今天曹贵人怎么没来啊？丽嫔回答，温宜公主染了风寒，她得陪着，没法出来。按理说，华妃作为团队老板，考核一下手底下员工未出勤的情况，也合情合理。但是接下来这个话题又被重复了一遍，那就是在甄嬛3姐妹团一顿铺垫于氏的鬼魂出来吓人之后，甄嬛突然问，听闻曹贵人素来胆大，要是有她陪伴也放心些，只是今日怎么不见曹贵人？丽嫔再次回答，温宜公主感染了风寒，曹贵人得照顾她，所以今天没向皇后请安。这里甄嬛为什么要问曹琴墨呢？因为甄嬛设这个局的目标人物就是外强中干的丽嫔，曹琴墨很聪明，甄嬛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担心曹琴墨若在，计谋会被识破。结果华妃团队唯一一个聪明人没到场，这是多么的天时地利人和。而事实上呢，是曹琴墨故意找借口没来的，就是故意给甄嬛机会，把丽嫔拉下水，从而达到除掉丽嫔的计划。只有把丽嫔拉下水，让华妃整个团队陷入危机，才有他曹琴墨发挥作用的机会，从而引起华妃的重视。最初华妃和丽嫔这俩人设计利用于氏、小印子等人给甄嬛下药的时候，聪明的曹琴墨早就预判到这计谋迟早要暴露。虽然用药壶盖下毒这招看起来神不知鬼不觉，但送药的过程着实蠢笨，要小印子从墙洞里按约定的信号递给宫女花穗，而且花穗还是伺候于氏的宫女，中间环节太多，一旦事情暴露，甄嬛很容易就能顺藤摸瓜，找到背后真凶。而且曹琴墨了解丽嫔的性子，咋呼起来虽然厉害，但玩不转动脑子的事，所以他故意不出现，让甄嬛设计丽嫔的计谋得逞。而且他不在场还能为团队陷入危机这事免责，华妃也不能因他不救场而责怪他。丽嫔被皇后带走后，华妃第一时间叫曹琴墨前来商量对策，就在华妃焦灼不已之时，曹琴墨才缓缓点拨了华妃一句，所幸丽嫔不是已经疯了吗？华妃这个憨憨想了一圈才明白，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。《甄嬛传》里有很多类似这种智商碾压的细节展示，真的是唏嘘啊。同样是脑子，
华妃那脑子和曹琴墨这样的脑子仿佛不是同一种结构。丽嫔被打入冷宫，华妃也见识到了曹琴墨的优秀之处。失去丽嫔之后的华妃团队，就只剩曹琴墨这一个员工，独享资源和利益。这么看，着实是不错的。但是曹琴墨只懂入局，不懂出局，自然就看不到这件事的另外一面。之前丽嫔虽然分得的团队利益多，但她承担的团队责任也多。有丽嫔在，华妃有2个人可以用。如今曹琴墨顺势除掉了丽嫔，他虽然挤占了丽嫔的那份利益和好处，也同样要承担丽嫔的那份团队责任。说白了，之前华妃霍丽嫔和曹琴墨2个人的份额，如今全都转嫁到曹琴墨身上了。而且从华妃作为团队领导的角度来讲，你曹琴墨优秀，那就要把你彻底利用到位。而且华妃那种性子暴力的领导，可不是要逮着曹琴墨可劲儿霍，那瘟疫自然就在劫难逃。第2个事件是曹琴墨劝谏皇帝杀掉华妃。曹琴墨揭发了华妃后，被晋封为嫔位。晋封之后，他的反应是：妃，贵妃，我要一步一步爬上去。他看似是为了女儿在奋斗，但他若是真正的聪明，会在这种时候停下来，衡量一下自己的处境，就会发现甄嬛的虎视眈眈，皇帝的厌恶忌惮。他要做的不是一步步爬上去，恰恰是示弱、沉默、韬光养晦，来度过这个危机。上帝让谁灭亡，就让谁先疯狂。入局太深最致命的问题，就是会让人意识不到危机和危险的来临。当初丽嫔用了背弃甄嬛的康禄海，曹琴墨对丽嫔是这么说的：这背弃救主的东西，换作是我，那是断断不敢用的。而这句话一语成谶，他如今就做了背弃救主的人。他是不懂这个道理吗？不是的，他是已经入局太深，太着急赶紧脱离华妃这个救主的反面影响了。在他看来，只有赶紧除掉华妃，他之前的旧账才能一笔勾销。可是但凡他能出局看一看，即便他不懂皇帝对华妃的爱，不懂皇帝的战略思维模式，他也能意识到皇帝和太后这些上位者同样也忌惮背弃救主的人。可惜他入局太深，对名利和地位的欲望深深地把他拖入了沼泽里，他越努力挣扎，下沉的就越快。最后把曹琴墨这2个事件结合起来看，你会发现曹琴墨的路是自己越走越窄的。他先将计就计除掉了丽嫔，导致华妃只能极尽所能的剥削利用他。他受不了这种剥削，便接受了甄嬛的策反，联合甄嬛扳倒了华妃。他不懂出局，否则他会意识到，他虽然聪明，但是失去了华妃这个能承载他聪明的平台，他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其实这时他已经走到悬崖峭壁面前了，可他仍旧在他执迷的局里出不来，认定自己会有大好前程，不仅不收手找个缓冲地带保命，反而大跨步迈出去，劝谏皇帝赐死华妃，把他的致命缺陷和问题暴露无遗，挑起了太后和皇帝的杀心。入局和出局是辩证法吗？是也不是。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吗？是也不是。胖妮以为，笼统来说，这是一种思维模式，是一个人生存处世的核心策略，是一种很有必要习得的人生智慧。就拿甄嬛离宫这事来说，决意离宫是甄嬛非常漂亮的一次危机公关。如果没有出局的意识，毫无疑问，甄嬛那会想的就一定会是报复皇后等人的暗害，折腾一番，走向更绝的绝路。而他出局了，他看到了自己现阶段真正重要的事，是筹谋着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都完好的保住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话很多人都会说，但是却不知道如何去留住真的青山。想要让自己保持出局能力，那就是为自己设定一个必须保住的底线。这个底线就是你不能碰的红线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